今天我们不是来聊八卦，而是来带大家看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演唱会场馆、旅游景点、美食3大领域，到底哪一个更胜一筹？竟然是演唱会场地 PK， 少不了之前金秀贤和菲道尔现场体验，但避免观众体验不佳，这部分影片已取走。这场对决保证精彩，把影片看到最后。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的演唱会差别到底有多大？哪里的人潮更挤？哪里的体验更好？这次我们实地拍摄，带你们看看两地演唱会的真实情况。这里是乌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，先来看这里的人潮。这里是新加坡国家体育馆，我们来看看这里的人潮又如何。 基本上大同小异，看起来人数还好。后面片段让你大开眼界。乌吉加里尔演唱会外有提供集市，供粉丝填饱肚子，还有桌椅给食客坐下来慢慢吃。南洋冰室来这里卖饮料，走上一点，这里大部分都是华人摊位。哥吉拉也出来，这里也有卖一些我喜欢的街头食物。 新加坡国家体育馆外就没有类似的市集，毕竟是保持卫生爱干净的国家。要吃的话，就要到商场内，消费一般都很贵。至于有什么美食推荐，请把影片看到最后就知道了。 乌吉加里尔体育馆有提供公共交通到达，这里有停车场，如果开车来要很早到这里啊。这里看到15块马币停车费，而这里是没有商场的，想去逛街你必须乘搭地铁，然后转搭巴士，遇到下雨就有点麻烦，最后才能到达附近的 Pavilion Buca Jalil。 哇，那这就和新加坡体育馆成了鲜明的对比了。这里就是无缝衔接，交通方面也是有提供巴士或地铁前往新加坡国家体育馆。其实还有更近的地铁站，而且还不只是一种地铁，就看你是否要选择避开演唱会结束后的人潮而决定。 乌吉加里尔体育馆内外都有室内厕所和流动厕所，每逢有大明星来，流动厕所变得更非常重要了。新加坡体育馆外面就没有提供流动厕所，不过商场内就有很多间厕所，我每次上厕所都没排队太久。当然，演唱会内一定有男女流动厕所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 现在是晚上7点30分，可以看到乌吉加里尔演唱会外徘徊很多人，相信是买不到票的粉丝们。 你听得清楚吗？听到观众合唱的声音比较明显，不过一样很多歌迷坐在外面，可以试下不同的位置。这里声音好像不错。新加坡体育馆的演唱会外，天空还没亮就开始有人坐外面，我们来比较下是否听得更清晰呢？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演唱会外的音响对比完了后，给大家看看新加坡演唱会一些片段。싱가포르 정말 최고였어요. 싱가포르 you guys were the best. 당신들은 최고예요. You guys are the best. 他们就是Seventeen，韩星魅力就是无法挡。 싱가포르 캐나테 다음에 또 올게요. Okay, you'll come back. 즐거운 승리였어. 네, 수고하셨습니다. 감사합니다. Thank you guys. See ya. 演唱会对比就到这里，我们进入下个主题。
来到新加坡，当然要看看我们的金融中心。这里是来佛士房，四周都是高楼大厦，很多世界级企业都在这里。确实，这里看起来很现代化。但如果说到摩天大楼，那我们吉隆坡的 TRX Exchange 也不遑多让，不只是金融中心，还有购物商场，未来还会发展成高端商圈呢。哇，看来吉隆坡也不逊色。不过说到高楼大厦，新加坡除了有金融区，还有无敌海景。就像这里的 The Clifton Pier， 以前是个码头，现在变成了一间高级宴会厅，还能欣赏滨海湾风景，浪漫到不行。哇，听起来很有氛围。不过如果要说到河边夜景，那我们吉隆坡的 River of Life 也很值得一看。这里曾被评为世界10大最佳河岸之一，夜晚还有蓝光灯照亮河面，像极了蓝色梦幻世界。感觉 River of Life 更有一种梦幻的氛围。这样看来，新马两地的河畔夜景各有特色。如果想拍下最具代表性的地标，要去最有标记性的地方吧。没错，说到新加坡的地标，当然就是鱼尾狮公园，这里是必打卡景点，每次来都超多人拍照。哈哈，我懂这种感觉。那我们马来西亚的代表当然就是双峰塔了，无论白天或晚上，景色都超壮观。哇，双峰塔真的很壮观。不过要一次拍到完整的塔，应该得站得很远吧？哈哈，没错，所以我们通常会去对面的空中酒吧，从高处拍下整座吉隆坡的夜景。原来还有这种方式。那如果要体验城市的氛围，除了地标建筑，应该还有更贴近生活的地方吧？对呀，想要感受最地道的生活，那我们马来西亚的机场街绝对是必去的。这里有超多传统美食，像是盐焗鸡、烧腊饭。哇，听起来很赞。新加坡也有类似的地方，就是牛车水，这里是华人文化区，拥有最老的庙宇和小吃街。看来我们两地的华人文化都很浓厚。不过在这些地方逛街，不只是吃美食，还有很多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，对吧？没错。在我们牛车水附近就有一座超过100年的历史建筑 Anderson Bridge， 它可是新加坡的文化地标之一。哇，100年历史！那我们吉隆坡也有很特别的景观桥，像是沙罗马行人天桥，它不但能通往城市中心，还能直接俯瞰双峰塔。这听起来很浪漫。除了现代建筑，你们那边还有什么文化艺术的地方吗？当然有，我们的 Victoria Theatre 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剧院，每年都有很多世界级的音乐和戏剧演出。哇，这听起来很高级。那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又见马六甲，这是沉浸式历史剧场，让观众身临其境，感受马六甲的历史。感觉我们两边的文化都很有特色，大家觉得新马哪边的景点更吸引你呢？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哦。说到美食，你吃过我们新加坡 NC Ketan 的干捞鱼丸粉吗？ Q 弹的鱼丸超级开胃。这我得说，我们马来西亚的 Perenal Complex 也有干捞鱼丸粉，不止酱汁浓郁，还有额外的馅料，而且价格也比较划算。这样看来，马来西亚的选择确实比较多。不过除了鱼丸粉，我们还有另一样经典美食炒饭。说到炒饭，我们牛车水大厦的炒饭特别的地方在于带有浓浓的奶油香，吃起来比一般炒饭更有层次。但如果说到大份又实惠，那怡宝丰盛轩的才哥炒饭一定赢。而如果要特别的话，马六甲可就来茶餐系的椰浆饭炒饭，你一定没试过。哇，炒饭竟然还能加椰浆饭，这真的很有创意。没错，马来西亚的美食就是多变化，融合各种特色。那牛车水还有什么美食吗？新加坡的鸡扒饭，外皮香脆，鸡肉多汁，4块新币就能吃到，真的很划算。我们马来西亚的安顺大西亚茶餐系也有鸡扒饭，虽然比你们便宜一点，但口味跟摆盘各有特色。不过论卖相，我还是喜欢牛车水的。你都只是喜欢中餐而已吗？那如果是韩国餐呢？所谓 Yummy Chego 是很多韩食爱好者的首选，虽然价格比较高，但味道真的很棒，分量也很大。马来西亚的韩国餐只吃过 W， 主要是套餐形式，分量很多，但口味上总觉得缺点什么。马来西亚看来适合喜欢大分量又实惠的。是啊，因为马来西亚平均薪资比较低，所幸食物价格不是太高，各有优劣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
影片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